日本网友投票选出了《海贼王》最受欢迎的5个篇章和最难看的3个篇章。首先是最精彩的5个篇章。第一，司法岛篇，无法超越的巅峰篇章，从罗宾的背叛引燃了伙伴之间的决裂，再到草帽海贼团射穿旗帜对世界政府的宣战，最后全员逃亡与美丽号挥泪告别。故事以伙伴间的信任开始，以他们的信任结束。尾田把所有的细节和每一层的故事线都控制得刚刚好，可以说纵观整部海贼王水之都篇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第二，顶山战争篇，迄今为止整部动漫规模最大、战斗最激烈、参与势力最多的篇章，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的。遗憾的是，这是一场兵力悬殊的战斗。尽管海贼阵容有白胡子和慎平等众位队长，但海军这边不仅有3大将所阵，还有7武海助战，以及10万名精锐士兵、和平主义者。也因此，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，海贼们输得很彻底。路飞没有了哥哥，马尔科失去了一切。我想尾田也是在告诉读者们，在前进和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定会伴随着牺牲，虽然结局很刀，但不可否认这是最热血的一个篇章。第三，德雷斯罗萨篇，倒不是说德雷斯罗萨篇不好，就说他能排进前3，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合理。虽然精彩的地方也有，但这个篇章的整体剧情让人感到有些无聊，比起前2名就更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。至于说德岛不够好看的主要原因，还是故事线和角色的塑造都不行，与阿拉巴斯坦篇太像，很多地方都撞车了。很久之前就有网友列举出来过，所以这个篇章排在第3，也不知道日本海迷是怎么想的。第4，阿拉巴斯坦篇，这是海贼王正式封神的开始，既热血又搞笑，也是路飞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真正强者之间的等级差距。此篇的 BOSS 七武海老沙初次登场时的压迫感，至今没有一个反派可以超越。自然系果实所带来的强大让人绝望，也是从这个篇章开始，我们才真正了解路飞的情商和格局不是一般的高。遗憾的是，微微最后却没有上船，但他与草帽团的那段永远的伙伴标记，实属是神来之笔。第5，空岛篇，最具想象力，也是尾田脑洞最大的篇章。漂浮在空中的岛屿和各种烘焙都能让人好奇接下来发生的故事，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海贼王入坑的篇章。大战是和罗兰度400年前的乔中约定，菱形大叔对祖先谎言的坚守，大气磅礴又感人至深，无论看多少遍都不会觉得腻。或许这就是男人的浪漫，尾田虽然不懂爱情，但他永远都懂男人。空岛篇是最适合男生看的篇章。接下来就要说说最烂的3个篇章了。首先是倒数第3，佐屋篇。整个篇章没什么亮点，尾田光顾着推进剧情，没有主要画出细腻的情节出来。除了向导和他背上的国家这2个设定比较有创意之外，其他就没什么值得看的地方了。大都场面不幸，代入感也很弱。重点是桃之助这个家伙戏份还超级多，还都是他占便宜的画面，所以这个篇章才会评分这么低。倒数第2，愚人岛篇。作为2年后新世界开始的第一个篇章，并没有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具体故事简单来讲，就是一群井底之蛙的鱼人们被拿来给草帽团练练手，展示各种花里胡哨的新技能，从而让海迷们看到路飞他们这2年的实力增长。整个篇章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桥段，本身剧情节奏就不行，战斗又差，动画组还水剧情，这就导致了许多海迷看完顶山战争篇之后就再没怎么追海贼王了。说白了，就是愚人岛篇的剧情太让人失望。倒数第1，和之国篇。海贼王迄今为止争议最大的篇章，主要是3点原因。第一点，剧情节奏太快，3在各自的战斗镜头没超过3页，索隆的身世尾田在主线中也没来得及交代，只是在 SBS 上公布了出来。第二点，战力崩坏，罗从被明哥按在地上摩擦到用觉醒能力干掉大妈，只用了2周时间，就问谁敢相信？不仅如此，草帽团这边全员仰卧起坐，反复横跳，一个个都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我真想问问，到底谁才是最强生物？第3点，很多角色没塑造好。六子像极了工具人，一点个人故事都没有。桃之助明明是正派，却给人感觉是用来恶心观众的。玉田这个英雄被塑造的还不如凯多这个反派，唯独有看点的只有草帽团全员升级。关于路飞你用放大镜也不可能知道的5个细节，全是尾田埋的伏笔。一，路飞的坤坤也是可以伸长100倍的。之前在一档采访中，就有海迷提问过这样一个问题：路飞的坤坤也能伸长吗？而尾田则是很尴尬的笑着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表示路飞可以将身体的任何部位伸长100倍，那么也包括了他的坤坤。所以路飞要是用上2档加3档和武装色霸气硬化，估计巨人族都要甘拜下风。2，路飞身上的2处伤疤是纪念艾斯。有海迷发现路飞脸上的伤疤像个草字头，胸前的伤疤是个亿，2处伤口的形状如果合在一起就是艾斯的爱，可能是尾田特意留给中国海迷的彩蛋吧。通过这种方式用来怀念逝去的艾斯。3，路飞的红色上衣是女帝用自己睡衣改的。先前女帝躺在床上所穿的红色睡衣和黄色腰带，正好就是2年后路飞一直穿的这件衣服。由于2人身高相差比较大，所以女帝把这件衣服进行了裁剪。路飞修行时代的水壶也是女帝送的，上面印有九蛇岛的专属花纹。还有2年后回到香波地群岛时，身上所披的那件白色外套，也是女帝曾经带着他潜入推进城穿的。
4. 路飞草帽坏掉的时候都是娜美帮他缝补，从路飞的帽子第一次被巴基弄坏开始，娜美就不停地帮他修补草帽。之后艾斯把生命卡给路飞的时候，娜美也是很不放心的把生命卡缝在了草帽里，怕的就是路飞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。路飞从出海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场战斗，帽子还能像新的一样，真是多亏了娜美，不然现在路飞头顶的恐怕只剩一根稻草了。路飞对美丑是有概念的，虽然路飞对女帝没什么兴趣，但是他能分得清谁长得好看谁长得难看。当路飞得知可可罗婆婆是美人鱼后，直接一脸嫌弃的表示很恶心。看到亚尔丽塔瘦下来的样子，路飞也会说她是美女，甚至接连2次看到娜美的身体后，还会露出爱心形状的眼睛，不停的流鼻血。所以路飞只是不喜欢女帝，对长得好看的其他女生，他还是有反应的。盘点海贼王11位超新星现状，基德并不是混得最惨的一位，首先是混得最好的5位超新星。第5名贝基，在蛋糕岛刺杀四皇大妈失败之后，贝基就带着老婆孩子和手下们开始了逃亡生活。主线剧情虽然没再怎么露过脸，但是扉页篇尾田还是介绍了他现在的情况。贝基和七风找到了消失已久的罗拉，又在港口与自己的父亲相认，一家人团聚之后过上了平稳幸福的生活，也算是完美结局。第4名乌尔基，超新星中最神秘的一位角色，2年后没什么戏份。乌尔基打败过大妈海贼团的4将辛斯奈格之后，便一直在空岛养伤，不过就这一个战绩也给他加了不少分。未来的剧情中，乌尔基应该还会出场，他绝对是超新星中的一匹黑马，越晚出场的角色往往越牛，跟着版本更新的人从来不会吃亏。第3名路飞，通过凯老师在和之国的精心栽培，现在的路飞已经正式挤进到了顶尖强者的队伍之中，对于霸气的运用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。但是在他变强的过程中，也逐渐失去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自己的寿命。但愿路飞不会走罗杰当年的老路。第2名罗，他比其他几位超新星聪明多了。罗明白跟着路飞能蹭饭，自从和草帽团结盟之后，真的是赚大了。先解决了一生中最恨的明哥，又学会了果实觉醒，最后拉下了四皇大妈，和路飞一起可让他混好了。不过和之国与路飞分别后，便立刻倒霉起来了。现在打没打赢黑胡子还不知道呢。第1名索隆，超新星之中混得最好的一位。从2年后开篇到和之国结束，索隆不是在升级，就是在获得新装备的路上。他的待遇简直就像尾田的亲儿子，先是增强了战力，又喜提新刀研磨，最后族谱公布，富二代的身世曝光，绝对的人生大赢家。接下来是混得比较一般的4位超新星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第3名阿普，2年后加入了百兽海贼团，不过一直都是个真大，手底下虽然管着10个蛮霸者，但终究是个打工人，每天听着老板画的大饼，还总被领导职场霸凌。好在后面凯多被路飞打败，阿普也终于获得了解脱，他自由了，也与基德等人放下了仇恨。第2名波尼，索尔贝王国的公主，同时也是大雄的亲生女儿，妥妥的王室贵族，家境虽然很好，但那也只是从前。现在的波尼一路流浪，只想着如何拯救自己的父亲。如今在弹头岛碰上了路飞，之后的剧情应该会蹭上半，变得好运起来。第1名德雷克，原本就是海军本部机密特殊部队的队长，当超新星只是为了方便卧底四皇海贼团。3年又3年，德雷克都混到了凌空六子还没收网，好在路飞的到来，总算结束了德雷克的卧底生涯。不过经过和 CP0 的那场战斗，也让他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，目前生死未卜，如果能活着回到海军，就可以升到中将了。最后是混得最差的3位超新星，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惨。第3名基德，自从进入新世界，基德就开始倒霉了，先被贝克曼打掉左臂，又被大妈抢走重要的东西，接着又被凯多教训了一顿，关入兔碗监狱。虽然学会了果实觉醒，但是连红发一刀都接不住，白瞎30亿的赏金了。第2名基拉，船长经历过的事全让基拉摊上，但是他摊上的事，基德算是都躲过了。选大哥真的是一件技术活，你看人家索隆跟着路飞又是升级又是换新装备，反倒基拉跟着基德混3天饿2顿，还总被挨揍，现在又因为吃了 small 果实，被剥夺了除校以外的一切表情，真是让人心疼。倒数第1霍金斯，混得最差也是最惨的超新星，说他比基德还要倒霉，一点都不过分。霍金斯就是属于墙头草那种角色，并且怕四皇怕的要命，战斗力也是超新星之中的垫底，输给过罗，又输给了基拉，最后还丢了条手臂，现在生死不明，在海贼世界冒险，胆识最为重要。霍金斯就算还活着，也没有资格和其他几位超新星竞争了。30亿赏金的基德为什么连红发一刀都接不住？同样是3大船长，路飞能与凯多打得有来有回，罗可以与黑胡子招式对碰，甚至索隆都能接下大妈凯多的组合技，然而基德却被红发一刀秒杀，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到底是基德太弱了，还是红发太强了？作为曾经的最强超新星，基德这2年混得确实挺惨，刚进入新世界先被贝克曼打掉了左臂，没多久又被大妈海贼团抢走了重要的东西，之后又遭遇到了凯多的热情招待，直接把他送进了兔碗的5星级囚房。好在鬼岛决战中他算找回了点尊严，觉醒果实能力，联手罗勉强击败了四皇大妈。不过这面子刚找回来，又开始了作死，连吴老星都知道要给红发面子，基德是真有，3番2次去找茬，最后又是同样的结果。其实基德能被红发一刀秒杀，还是挺出乎意料的。在2人没开始战斗之前，
各大论坛上就有很多海迷觉得，在和之国进行过一次升级的基德，这次肯定能和红发打得有来有回，至少短时间内不会输。可谁能想到红发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一刀结束了战斗，这个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不过仔细看红发最近几次出手，也多少能理解他为啥可以秒杀基德。先是大将绿牛没敢和红发正面起冲突，直接认怂跑路，接着是藤虎被霸王色震到汗颜，选择了撤兵，最后是黄猿被红发10秒降服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认为是黄猿工资没到位造成的结果。海军大将都选择不和红发交手，总结3个字就是惹不起。所以基德是真头挺，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，杰克见了都得叫他一声大哥。基德其实也不弱，经过鬼岛一战后，已经算是正式挤进到了强者的队伍中，肯定也有皇父级别。如果给现阶段的超新星排名的话，我觉得基德还是能进前5名，但他那30亿的赏金是真的远远高于自身实力。从鬼岛上的表现来看，绝对没有罗的战斗智商高，只知道一味的莽打莽撞，但基德的果实能力输出很强，给他加了不少分，所以基德真正的赏金应该在12亿左右。连海军大将都被红发几招降服，何况是一个刚升级到2阶段的超新星。基德也并不弱，而是红发真的太强了。庆幸的是基德惹到的不是巴基大神，不然连命都没了。你是不是以为路飞的师傅只有雷利一个人？要是真这么觉得，那就错了。从路飞小时候开始修炼，再到如今当上4皇，一共经历了6位师傅的教导，而雷利起到的作用并不是最大的。第一位，冥王雷利，传授3色霸气的基础用法。路飞2年的修行却只学了点皮毛，究竟是雷利的教学质量太差，还是路飞的悟性不行？人家罗和基德可都没有老师教，结果自行学会了霸气与果实觉醒。真不知道路飞这2年修行算不算浪费了。第二位，卡尔，高级剑文4教师，教会了路飞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不可否认，卡尔是个非常好的陪练师傅，一边打还一边教，不断的示范和讲解。最后看着路飞领悟了预知未来的能力，这才放心的躺下。卡尔这个师傅当的是相当合格。第三位，暴五郎，高级武装4老师，2天速成班传授路飞流萤霸气，同样是亲身示范高级武装4的用法。路飞在暴大叔的身边2天就毕业了，结果在雷利身边2年都没学会，谁的问题显而易见了。第4位，凯老师，高级霸王4老师，第1棒打醒路飞的鲁莽，让他先跟着暴大叔学习流萤，再挑战自己。第2棒传授霸禅绝技，增加路飞的自信心。第3棒教会路飞领悟果实的奥秘，觉醒5档尼卡形态。一个好的师傅就应该像凯多这样毫无保留的把一切都交给路飞。第5位，纳格利，这是动画组加上去的师傅，但实力也不容小觑。他是一位拥有霸王4的高手，曾经挑战过罗杰。纳格利不仅是路飞的师傅，也教过艾斯和萨博，不过他们只有2天的师徒关系，所以压根就没教过他们仨什么本事。第6位，卡普，体术和抗击打训练的老师。路飞没出海之前的那几年，一直都是卡普跟他切磋，所以路飞血后并不是开的缩血瓜，而是从小在卡普拳头下挨打习惯了。这么一对比，雷利究竟是不是勇士，我想海员们心里也都有数了。赤犬确实是现如今最强战力第一，难怪很多人都说宁矮凯多10棒也不接赤犬一拳。毫无疑问，在单体攻击和群体输出这方面的伤害，赤犬的确要高于凯多。岩浆果实的表现真的超标了，就连暴君熊也被冥狗夺走了半张脸和一条腿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人能从赤犬的拳头下毫发无伤的逃掉，被他打中的人都是非死即伤。只有看了漫画的孩子才知道他的压迫感究竟有多强。顶上战争，白胡子被打掉半张脸，艾斯直接失去了生命，青雉丢了一条腿。盛平和路飞的胸膛留下无法恢复的伤疤。要知道路飞与多少个强者交手，只有赤犬给他身上留下了唯一的伤，也难怪黑胡子海贼团看见他直接认怂跑路。再看凯多，从鬼岛大战开始到结束，他那根铁棒就没论死过任何一个人，甚至都没有残的，就连警卫门这种级别的小卡拉米被霸禅打头也只是晕过去，简单包扎一下就又活蹦乱跳了。事到如今我才相信，当年卡普对战国说的那句话就是在吹牛，还好被按得早，不然顶上战争路飞不仅会失去哥哥，还会失去爷爷。看卡普在蜂巢岛的表现，也能知道他是真打不过赤犬。最后对轰的那一拳，如果把青雉换成赤犬，2人的拳头打到对方脸上的瞬间，卡普就会成为第3个失去右脸的人。当然，也别小瞧了赤犬的防御和恢复力，结结实实挨了白胡子2次海震拳，后面仍有余力能追着队长的满场跑。最后要不是给4皇红发一个面子，真就没一个人能跑得掉。顶上战争结束后，拥有自愈能力的马尔科还绑着几天的绷带，赤犬身上甚至连个创可贴都没有。这样看来，黄猿之所以没有参加元帅争夺战，恐怕也是因为清楚赤犬的实力才放弃的吧。随着卡普、凯多、大妈这些旧时代强者的落幕，赤犬应该已经再无对手了。如今这个时代名为萨卡斯基更合适。